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甲状腺结节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那我们会发现近年来有甲状腺结节的人也越来越多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可能和3件事有关，希望你及时改掉。第一件事，饮食不节制。现在的人就喜欢大吃大喝，从来都不注意饮食。如果总是吃一些辛辣刺激、高脂肪、高盐分的食物，就会影响内分泌，导致内分泌失调，这样也会增加患甲状腺结节的几率。所以平时要合理饮食才行。第二件事，总是熬夜。熬夜对身体的危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那经常熬夜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结节出现，所以养成一个有规律的睡眠习惯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三件事，经常生气。因为现在的人压力都比较大，所以经常会有一些负面情绪，总生气、抑郁、急躁等，这样也容易影响到内分泌，从而诱发结节出现。所以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也对甲状腺健康有帮助哦。那甲状腺健康，身体才能够更健康，所以改掉不好的习惯，这样甲状腺也会感谢你。那除了上面说的，木子也建议大家没事呢可以用蒲公英泡水喝。蒲公英有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的功效，也有利于甲状腺的不足，很容易让人感觉腰酸背痛、直不起腰，或者呢天气一冷就手脚冰凉，还有人呢也经常无精打采、哈欠连连的。那肾不好就要想办法养肾啊。那下面呢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呀，就是按摩肾腧穴。肾腧穴归属足太阳膀胱经，在第2腰椎棘突下左右2个手指宽的地方。按摩时呢，可以手握拳，用大拇指关节按揉，每次5分钟。按摩这里呢，可以强壮肾气，增加肾功能，帮助缓解腰酸背痛、手脚冰凉的情况。那除了做这个小动作外，平时还可以多吃一些黑色食物，因为黑色入肾，比如黑米、黑芝麻、黑豆等，也有很好的养肾。今天呢，来跟大家说说肾脏不好的，可以常吃异果，多喝凉水，对肾脏有养护作用哦。那异果呀，就是桑葚。桑葚呢是药食两用的，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其中含有多种的活性物质、维生素、花青素以及氨基酸，有提高人体免疫力、养肾护肾的作用。那凉水呀，就是玉米须水和金樱子水。玉米须大家都知道，很多人呢都是把它扔掉的。其实呢，玉米须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具有利尿消肿、养肾排毒的作用。那经常用玉米须泡水喝，能减轻肾脏负担，对肾脏健康有帮助。那金樱子性质温和，其中呢含有多种的维生素、氨基酸以及铁元素，有利于肾脏的代谢。那用金樱子泡水喝，可以减轻肾脏负担，对补充肾气、养肾护肾有帮助。加一些枸杞会更好。我们双脚分布很多内脏经络反射区，通过双脚我们是可以判断出肾脏的健康与否的。如果没有3种表现，说明肾脏还不错。先看脚趾甲。那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脚趾甲和手指甲一样，也是有月牙的。如果发现自己脚趾甲月牙很少或者数量很少，就可能是肾气不足了，体内缺乏营养物质，肾脏得不到滋养，这时就应该注意养肾了。再来看脚趾。小脚趾是足少肾经的源头，如果小脚趾粗壮厚实，那么这是肾气充足的表现。但如果小脚趾瘦弱，就要小心肾气不足了，也要抓紧调理。最后看脚掌纹，伸出自己的脚，看一下脚掌的纹路。如果脚掌纹很深的话，就可能是肾脏不太好了，也可能是内分泌失调引起的。肾不好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有助养肾护肾。这个动作就是扫耳搓耳。自然站立，双腿屈膝，先用左手叉腰，右手扫耳朵2次，再换右手叉腰，左手扫耳朵2次，最后再双手交叉搓拉耳垂，这样为一组，每次做50下。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，这样搓耳朵可以帮助养护肾脏。收看侃侃养生，我是木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肾脏好的人睡觉时没有3种表现，若你也是，肾脏处于强盛期。表现1，没有盗汗。
很多人晚上睡觉会有盗汗的情况，主要呢是因为肾脏出现问题，代谢功能受到影响，水分不能够及时的排出体外，从而出现了盗汗的情况。若你没有，肾脏还算健康。表现2，没有水肿。肾脏是维系水量平衡的，如果受损，水分滞留在体内，就会出现水肿的情况。所以呢，如果睡觉时没有水肿的情况，这是肾脏健康的表现。表现3，不起夜。正常每晚的起夜次数应该是0到2次。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有夜尿频繁的情况。但如果你处于正常状态，这也是肾脏健康的一种表现哦。出汗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但是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手脚心会经常出汗，其实这可能是脾胃虚的表现。那脾胃虚弱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做好下面2件事，有助脾胃健康哦。第一件事，注意饮食。很多人脾胃不好跟饮食有很大关系，比如吃很多寒凉食物就可能会引起脾胃虚弱。那么也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，多吃健脾养胃的食物，比如南瓜、胡萝卜、菠菜等等。第二件事，多运动。运动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、免疫力，促进人体新陈代谢，对提高脾胃功能有帮助。那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是用脚趾抓地，坐着站着都行，双脚踩在地上，然后紧紧的用脚趾抓地，放松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刺激到小腿的脾经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想要减肥就要管住嘴，迈开腿。可是有几个人能坚持住呢？如果你没有时间运动，不妨在睡前抽出一点时间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，燃脂效果非常好。做的时候在地上铺个垫子，俯卧在垫子上，然后用前臂和脚趾支撑身体，最好让颈部和后背在一条直线上，臀部尽量向上抬起，这样让身体成一个倒 V 字，双手手臂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头部在2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坚持一会儿。如果累了呢，就休息一下再做。每天睡前做这个动作3到5分钟。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要感觉颈部、肩膀还有大腿后侧有拉伸感。这个动作对手臂、腹部、背部以及腿部都有很好的减肥效果。减肥不是1天2天就能瘦下来的，要长期坚持才行。一般只要坚持下去的人都会瘦哦。不过还要保持好的饮食习惯，这样减肥才能事半功倍。多喝水不如会喝水，每天这3个时间段喝水，或许更易长寿。第一个时间，早上起床后。经过1晚上的睡眠，早上起来我们身体是处于一个非常缺水的状态的。如果这时能喝一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补充水分，还能够帮助清理肠胃，有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第二个时间，吃完饭后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肠胃是在大量工作的，如果这时喝一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还能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对缓解便秘也有很好的效果。第3个时间，晚上睡觉前。除了上面的2个时间，大家还可以在晚上睡觉前半小时喝一杯水，因为我们睡觉时血液流速会变慢，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。如果睡前喝杯水，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形成。所以大家如果每天在这3个时间喝水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，也更容易使人长寿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身体呢是离不开水的，所以大家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起喝水，也不要用饮料代替水，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喝水习惯，才能让你更长。背厚1寸，人显老3岁；背薄1寸，命长10年。所以背薄如纸才健康。那么该怎么让背薄下来呢？不妨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动作很简单，首先我们自然的站直，2脚分开，距离和肩膀一样宽，然后将双手手臂同时向后伸直，在臀部后面做拍手的动作，拍1次，再向头顶上面伸直，也是拍手1次。注意做的时候手臂要保持伸直，不要弯曲，这样反复练习100次，可以每天做2到3次。这个动作可以将我们身体完全的舒展开，可以帮助打通后背淤堵的经络，减少脂肪，不仅可以瘦背，还有很好的保养后背的作用。那中医认为背为阳，
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最大通道，所以养背非常重要，大家不要忽视了。上面这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让你的背部慢慢变瘦，身体也越来越健康，这样的人也容易长寿。不知道你学会了吗？赶紧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